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湖北利川。看到我身后这里，也知道我又上山了，又在大山里面了。我们以前说，古代或者几十年前，地主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？有木头的，有砖的，还有砖石结构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今天也是来看一个以前大地主居住的，他是在深山老林里面，在一座山上，相当于是悬崖村。那么以前在那种大山里面的这种寨子啊，基本都是在山顶上面。说的通俗一点，易守难攻，因为地主财产很多嘛，他生怕土匪来抢他的财产，那自然而然选择的地方呢就与众不同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上山走一走。其实爬山啊太累了，我最近经常爬山，爬的其实呢我都不想动了，因为现在我们等于是要走差不多1个小时才能到达山顶。刚下完雨，这山路还是挺滑的。有多少人喜欢爬山的？就在那个山的顶部，在下面看起来没多高啊，走到这个半山腰才发现不简单。快到了，就在那个山顶上面，不容易啊，走了已经半个多小时了。大家看看这些石头，这跟我们平时看的那些不一样吧？它这个有点说杂乱无章放在这里，所以呢，有些石头是会动的，大家走的话一定要小心。现在快到了，我的小伙伴已经到了寨子门口了。确实很难爬呀，又是小路，都没有完整的道路。我们是从下面爬上来的，有1-2公里远吧。看看周边的环境，都是大大小小的山堆，这完全是大山里面。如果没有下面那条马路的话，谁能想到这种大山里面还住了很多人，以前还有地主在这里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主山寨的门口，一个门，这个门呢大概也算一个洞吧，高2.5米，宽1.2米，进深7米。大家首先看到这个寨墙啊，大家猜一猜高度有多少？基本上都是6到7米，宽度的话，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啊，2米到3米。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啊，易守难攻，就是说以前古时候或者近代那个时候啊，那些军阀想来进攻这个地方，因为炮呢可能打不开，所以这里呢以前还爆发过战争，就是跟大水井一样的。以前有个四川的军阀叫贺国祥，他基本上把利川这些很多山寨啊，都来我们说的抢财，所以当时谭家呢地主呢就把财产全部放到这个寨子里面，结果呢打了7天7夜，军阀呀都没有攻下来，包括大水井也是一样的，就证明他这个寨墙厚度相当的厉害，并且上面呢等一下还能看到一些枪眼，就是向下进攻的。我们现在就准备去看看，上面还有几个字叫做合一桃园。在另外一个门上呢是依然旧岭，就是一个大的山岭，然后这里呢相当于世外桃源一样的。这些全是大的条形石，我不知道它这个石头是从哪里来的，估计啊是从山脚下面扛上来的，所以证明当时这个地主的财力啊非常深厚。想进入这个寨子，这个门呢是必经之路。这些石头我算一下，1、2、3，差不多有50公分。一个石头的话，长度的话基本上是1米，这个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进来的。这个山寨看起来不大，但是存在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，大概是160年左右。它是清朝咸丰时期，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太平天国，当时的石达开率兵西进，声势浩大。那么作为当时的大地主啊，姓谭的，他就在这个山顶上面建了这样一个山寨来抵抗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叫谭家寨，同时呢，也叫做一品山寨。现在看起来只剩下寨墙，其实在当时的话，里面还是有很多房屋，并且传说当时的谭家地主把很多财宝都放在这个山寨里面，因为这个地方易守难攻。其实这个山寨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
就是叫做城堡式山寨，是恩施乃至湖北省少有的。我们说它这个寨子的寨墙很厚很大，现在上面来看看，差不多2米多宽，跟刚才我们说的一样的。那么以前呢，这上面是有很多人守卫的。打个比方说，那个军阀从下面往上进攻，但是呢，当时地主家里呢有自己的武装，就在这里反击，居高临下嘛，所以才导致当时那个军阀呀7天7夜攻不上来。你想一想，躲在这样的石头下面，这么好的防御工事啊，其实以前古代的寨子啊，在这样山顶的，基本都是属于防御型的。那么说到这个寨子呢，南方看到很多，特别是利川呢，很多这种山寨，明显的看到是这种巨大的条形石弄成寨墙。但是如果大家去西北，特别是甘肃的话，在这样的很多山顶上面啊，也有很多城堡，它那边不叫寨子啊，叫铺子。他们是干嘛的呢？其实也是阻挡土匪的，但是他修的呢，就是用黄泥土造成的，就跟修建明长城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是南北方的差别，有2个因素。因为那边呢属于相当于是黄土高原，它基本上泥土比较多，像这样巨大的石头比较少。而在南方呢有很多石山，那自然而然呢，它石山的防御能力嘛，肯定是比泥土好的，所以自然而然的话，就弄成这个样子的。其实这个地方跟我们很多长城相似，上面呢都可以过车了。在长城里面呢，有些可能还没这么宽。我们继续往前走看看，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上面的一些射击孔。这上面真的是很大的，整个这个寨墙大概是一个椭圆形，周长的话大概是400米左右，不到400米。这边那边椭圆形，当时整个谭家的我们说财产还有重要人员都躲到这个地方，因为谭家嘛，他的日常居住不是在这个地方，他是在下面有一大片的房屋，只不过是后面那个军阀来了，他呢就把财产和人转移到这个上面来。很多人会说啊，在这个上面呢，这个水资源怎么解决？这上面当时有一口井，水不大，当时谭家的人在这里坚持了7天7夜。那么有一个传说，就跟在榆木寨一样的，当时榆木寨有土司打仗，那么一个土司呢在山顶上面被围困了7天7夜，因为下面的那个土司啊想着说我要断水断粮。当时呢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，谭家的地主呢就是在这里呢扔了一条活鱼下去，当时那个军阀呢就看到，哎，这上面有活鱼，那证明粮食水呢都充足，他就有点放弃了。那一怒之下呢，就把下面谭家的那些房屋啊全部烧毁了。但是谭家人自己知道，上面水源呢已经不能够他们使用了。特别是谭家的有一个我们说的小妾，在这里呢用一个棍子啊捅那个泉眼，结果那个泉水就没有了。到了这种程度呢，谭家呢只能投降，最终呢分了一部分财产给那个军阀。从那以后呢，谭家就衰落了，那么就变成现在我们这个样子。那么谭家的地主到底去哪里了？大家猜一猜，因为毕竟也有那么多年了嘛。在上面，哇，蚊子特别多啊！当年这个山寨里面是一个大院子，里面还有四合院式建筑，有木房、大小房屋、试衣间，还有天井数个。里面呢有芭蕉、石榴树啊，庭院深深，雕梁画栋，里面呢还是很豪华。但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如今满目疮痍，杂草丛生。现如今也只能通过这个寨墙得出当年这个谭家的财力雄厚，最终呢没有好好经营，这个大地主家就慢慢的破败了，基本上就留下了这个寨墙能证明它存在的痕迹。
谭家寨我们就看完了，现在准备下山。由于这个地方太滑，非常不好走，就变成了上山容易下山难。哎呦，刚才没注意，摔到了。这里特别滑呀，所以上山下山都不容易。全是这种青苔，然后又下了小雨。我们刚才2个人都摔了一跤。现在我们在下山的路上，因为上面已经走完了。谭家寨总体就是这样的。如果大家来这些地方参观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